外祖母，苏州余下嫡孙女儿秀波小姐到了。哦，我呀，见她拿了好些礼物，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把行李放下，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。好，好，小巧啊，你去把世昭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，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。老太君，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。小巧进府晚，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，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。快去吧。来者是谁啊？表弟妹啊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，那可是名门闺秀。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，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。说起来，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，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？可不是嘛，他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，未出阁前，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家请了教书先生，他便入住到我府上。我们同吃同住，同跟着先生学书画。闲暇的时候，我们共同摆弄女工刺绣。我们呐，不是姐妹，胜似姐妹。后来啊，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。所以说，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。外祖母，您别着急，秀波妹妹马上就到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前来请安。好，叫她进来。请。老太君，秀波给您请安了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啊，来了就好。打小你父母死得早，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，现在她也走了，我知道你很伤心。祖母过世，留下秀波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无依无靠。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，常常梦到祖母，整夜以泪洗面。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祖母走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这齐府啊，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，以后会有人疼你，有人宠你的。多谢老太君。奶奶，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，你就不要再难过了。你看，我也是老糊涂了，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。秀波妹妹，一路来辛苦了。见到天磊哥哥，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。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，想着3年孝期满了，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。对了，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。记得小时候，祖母与老太君相会，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。大和尚曾言，天磊哥哥麒麟之才，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，没成想却误了工期。后来祖母过世，秀波留在苏州，3年孝期，
秀波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。祖母疼爱秀波，给我也做了一只。小姐，那两个分明就是一对儿。对了，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，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，好不容易才寻来的，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。哦，老太君，咱们去那间吧，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那间吧。湘云，备糕点。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，是他的封山之作，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。这世间一共就3套，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，他常言，要说这点茶茶道，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。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，并为您点茶奉茶。秀波献丑了，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，还望您指点一二呢。点茶。温盏，跳高，手法行云流水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。请老太君品鉴茶香。柯表哥，这茶道精湛，茶香沁人心脾。这沏茶的水，可是露水？正是，老太君睿智。曾听祖母说起，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，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，在一起沏茶雅极。秀波也效仿此法，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，聊表对祖母的哀思，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。你这孩子呀，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。好孩子，天磊哥哥、嫂嫂，请用茶。记得小时候，哥哥的嘴最刁了，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。天磊哥哥尝尝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？好，尝尝。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。多谢嫂嫂夸奖，若是喜欢，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。秀波啊，你呀，就在我这儿住下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多谢老太君，秀波就算是回家了。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。这有什么难的？
那间屋子呀，还给你留着呢。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，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，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。这住回园子里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，这有什么呀？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，想和嫂嫂多亲近些。若是嫂嫂不高兴，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，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。啊，没关系，秀波妹妹高兴的话，住便是了。多谢嫂嫂。奶妈，哎，给齐府各房的礼物都送过去了。按照小姐的吩咐，各房太太、小姐的礼物都送过去了。既然来了这齐府，想要促成我和天磊哥哥的姻缘，就要未雨绸缪，不仅要哄好老太君，还要让齐府上下都念着咱们的好。小姐说的是。秀波妹妹，柯表哥，秀波妹妹，妹妹，你今日的表现可是极好的，哄得老太君欣喜不已。我们计划的第一步，就算是成了。我看那三少奶奶同天磊哥哥亲近得很，我与天磊哥哥的事当真能成。妹妹，事在人为，你只需要哄得老太君开心，把你留在齐府。至于天磊那边嘛，妹妹还需要将这百炼钢化为绕齿柔，好好撩动他的心，才能够成就美事。若此事能办成，秀波自不会亏待柯表哥。妹妹有心了。妹妹，如果你有事，表哥就不打扰了。秀波告辞。你个没良心的，魂儿被秀波小姐勾去了，枉我平日里如此待你。你这又是吃的哪门子的醋？这真正该吃醋的，应当另有其人。小巧啊，我告诉你，杜冰燕和齐天磊无论多么亲密，新婚燕尔如胶似漆，那也比不过他跟秀波妹妹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深厚啊。就你最聪明。原来这就是秀波妹妹儿时住的地方。走吧，小喜，去看看他们画的什么画。外面风清气朗的，把门敞开透透气，小姐和齐三少爷才能书写得更好呢。你下去吧，莫让旁人打扰我和天磊哥哥写字。是。
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天磊哥哥，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。你瞧这诗句，字字含情，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？小姐，你瞧他们，吟诗作对的，三少爷怎么能这样？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，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，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。慌什么？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。娘子，修波见过嫂嫂。妹妹好。这是在写什么呀？天磊，这个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什么意思啊？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。嫂嫂别多心，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，有感而发。没什么，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就是青梅竹马，感情好得很。娘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，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。天磊哥哥说的是，我二人清清白白。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天磊，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，把她娶进来呀。这个不敢，娘子，我答应过你，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。小喜，秀波妹妹，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，好吃的很，外头可吃不着。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，我就走了，不打扰你们。哎，娘子，秀波妹妹，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，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，到时候我那半去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。就先告辞了，不打扰了。天磊哥哥，小姐，原以为这杜冰燕在院子里看到我和天磊哥哥成双成对，会嫉妒伤心，没成想他竟然直接进来了，还逼着天磊哥哥说出再也不娶的话。这个三少奶奶呀，着实厉害。不急，天磊哥哥尚未动心，此事不可操之过急。若如今就闹僵了，倒是麻烦。水滴石穿，来日方长。娘子怎会如此生气？方才不是大度得很吗？谁说我大度了？我李玉湖心眼小得很。齐天磊，我告诉你，你若是喜欢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美人儿，你提前跟我知会一声，我保证二话不说立马回扬州。对，带上小喜，咱们回扬州。去，不就是青梅竹马吗？谁还没有一样？跟我在同一武馆长大的师兄弟们，那也都是我的青梅竹马喽。他们与我脾气、喜好都一样，而且只爱练武，不爱读你那些破书。这么说起来，可能还更合适呢。小喜，赶明儿咱们就回扬州去，找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给嫁了。小姐说的对，
小喜啊，支持你，咱们便也找个两小无猜的，开开心心的嫁了。我这儿都还好好的呢，怎么就能琢磨改嫁呢？不行！你呀，就找你青梅竹马的秀波妹妹去，管我改嫁干嘛？那别的先不说，你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可多了去了，都让你知道啊！那他们姓甚名谁，身在何处？你跟他们还有联系？要你管！就是，你齐三公子只有一个秀波小姐，我们家小姐那可是有一整个武馆的师兄师弟呢，还不快好好哄哄我们家小姐？当心啊，她真的收拾东西回扬州改嫁去了。哎呀，是。哎呀，我家娘子啊，那是美若天仙。我齐天磊就是三生有幸，才能从整个扬州城人的手中把我娘子娶回家中。娘子啊，你就别生气了啊！你少跟我贫嘴，我不吃你这套。那娘子如何才能不气？不管是这天上星星，海中珍珠，只要是娘子要的，我都给你娶来，跟娘子赔罪。那我刚刚路过园子的时候，看见一棵青梅树，上面有几颗青梅，我想喝青梅酒。行，我这就去把所有的梅子都摘下来，只给娘子一个人用。娘子，那边，这个？算了，那个吧，那个，这个好打一点，这个，这个，就它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接住了啊！再来，这个，好了，接到了。好，来，小喜，这么些可不够酿酒啊。这早就过了青梅成熟的季节了，目前也就只剩这些。况且这棵树还是我亲手栽种的，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太多。若是娘子喜欢，我便都留给你，拿去酿酒。这也太酸了吧！小馋猫，谁让你馋嘴的？小喜，你把这些青梅都拿去清洗干净，晾干。记住了，这些都是给三少奶奶的，谁都不许碰。我要亲自为娘子酿酒。多谢相公。放心吧，三少爷，小喜啊，亲自看着，一颗也少不了。走。好吃吧？确实够酸。那棵树是天磊哥哥小时候亲手栽的，那时候每一年都是我陪着他培土上肥，待到青梅成熟了，我向他讨，他是都给我的。凭什么这杜冰雁霸占了我的天磊哥哥？他明明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后院那口井的井水可太凉了，我不过就是替燕生小姐洗了件衣服，你看我的手现在全都冻红了。快回去擦点药，那井水一年四季都冷得很。快走，走吧，听你的。倘若我病了，天磊哥哥定会疼惜我。
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姐发高烧了，快去请郎中！哦，对，快去！我去通禀老太君。哎，这可怎么办？小姐发高烧了。什么？秀波病了？那郎中怎么说？开了药吗？您放心，这大夫也请了，药方也开了，只是什么呀？快说，你快说啊！只是秀波突发高烧，什么都吃不下去。大夫说了，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吃点东西才是。说是一味空腹喝药，恐伤了脾胃，到时候怕是高烧没退，又添新病了。那就弄点清粥，或者是馄饨也行。都试过了，什么都吃不下。走，我们瞧瞧去。老太君，小姐发烧，您就别过去了。说是再沾染了病气，小姐又要责怪老奴多嘴了。况且啊，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照顾着呢。三少爷、三少奶奶都过去了？是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小巧，你过去看看，告诉天磊要好好的看护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老太君您放心，我这就去。快去吧。老太君，别担心。齐三公子，我们家小姐说了，替老太君制作百寿图所用的染料要色泽艳丽才好。小姐邀约三少爷前往后花园，一同采摘水芙蓉花，以此精研成料，留作备用。小姐在水榭等您。好，我换了常服，便去赴约。成了。各位大掌柜，辛苦了。明年各大商行的业务目录我都看过了，还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勤勉做事，争取让明年各大商行蒸蒸日上。到时候我齐府绝不会亏待每一个人。谢谢老太君。世昭，今天晚上的酒宴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各位大总管。外祖母放心，世昭此次特意请了兴盛楼的名厨，来给各位大掌柜的设宴。这兴盛楼的名厨啊，最擅长烹饪西湖醋鱼，只不过此道菜肴甚是繁复，还望各位稍待片刻。做得好。不如这样，外祖母，趁着天晴风暖，您和各位大掌柜的去后花园逛逛园子。我看那满湖的芙蓉已开，风景甚是宜人呐。早就听闻咱们东家的园子是大师所造，园林别致，我们都还未曾见过呢。这有何难的？走，跟着我去看看。好啊，太君请，太君请，太君请，好，大家都一起来吧。